在旅行途中，尤其在国外，当你的无人机发生炸机或者故障的时候，要想維修和尋找配件都是非常困難的。這次我模擬到泰南甲米，就發生了炸機的事故。那麼這期視頻呢，就為大家講解一下我是如何應對這種尷尬的局面的。首先總結一下，因為我的迷你3沒有避障功能，在倒車途中呢，就撞到了一棵樹的樹頂，掛在上面下不來了。The next day， 本來我已經放棄早回飛機，但是一晚上的刮風下雨之後，我第二天就還是回到了當時的地點來碰碰運氣。這個地方就是昨天我無人機炸掉的地方。現在無人機呢，其實就是在那個樹頂上，只是不知道現在会不会掉下來，我们去看一下进去，看看運氣咯。找了一下，果然，哎呀，我可憐的小飛機啊，這是讓你受苦了。我們看看啊，我靠，還好在那邊。至少我那個顯示卡拿到手了，所以說前面幾天拍的這個視頻也有了。我看看回旅館以後，我看能不能想辦法讓它復活。到旅館裡了啊，現在終於可以靜下心來，好好看一下它到底哪裡有損傷了。很神奇的是，4根搖臂都沒事兒，連最脆弱的螺旋槳都沒壞，也可能這是跟撞在樹上，可能落在泥地上有關係吧。你說一說硬的東西上面肯定就碎掉了。然後呢，這個地方的外蓋有點開裂，上面好像還夾了一些樹木什麼。我估計這個腳可能撞到樹上了，所以它上面還有一些樹木的殘渣。最嚴重的呢，就是這個雲台，這個雲台好像斷掉了。如果要修的話，這雲台，這裡什麼東西？這個沒事，這是反光。然後內部的電機有沒有進水或者燒壞，這都不清楚。但是我從這裡看進去，好像還行，裡面的還挺乾淨的，沒有什麼泥土啊或者太多的水。電池能不能用不清楚 ，SD 卡也拿出來了，還能不能儲存數據也不清楚。現在首先要做的第一個，把上面這個腳和這個搖臂修復好。第二個呢，讓它用空調或者吹風機給它吹。確保它機體內部的水分都蒸發乾，然後再試。現在這種情況下千萬不能試。現在如果說一通電的話，裡邊的這個主板跟線路馬上燒掉。想不到在泰國的旅館裡邊不好好休息，這個是修無人機了。因為剛才在野外就，哎呦天哪，斷頭了。它那個雲台支架斷掉了，直接掉下來了。所以說呢，我看了一下，好在後面那個信號線沒斷，信號線沒斷，然後我就可以，只要能把這個雲台重新安裝回去就好了。那這個雲台就能恢復正常使用了。還好帶了一些小工具，比方像這個，本來是用來拆電話卡的那個針，現在拿來變成撬它外殼的一個很好的一個小工具了。然後這個是平時拿來，一把小刀，一把鑰匙環的小刀，現在也成了工具。這個牙線棒可以勾那些零件，很好用。然後本身大疆就自己帶一個小起子，也可以拆螺絲。想不到身上的這些日常的小用品居然可以拿來拆無人機，我也是厲害啊！真是。OK， 現在雲台是暫時裝上去了啊。先就把它稍微再風乾一下，是希望過兩天，不是過兩天，風乾了以後能夠正常啟動吧。這是無人機全自動治療機構，給它放在這個空調上面，好好的吹一下，爭取能把裡面的積水吹出來。反正死馬當活馬醫咯。在甲米的旅館裡做了最基本的清潔和乾燥之後，我帶上無人機前往下一個目的地，就是普吉島。按理說，普吉島是泰國的一個非常大的旅遊城市，在上面呢也有非常大的 shopping mall， 這裡呢也有大疆的專賣店，但是呢事實呢還是讓我比較失望。普吉島先到這個上泰來問一下我的這個無人機能不能修。
問了一圈，沒有一家店能修，包括他們大疆的專賣店也說他們只賣飛機，但是不能修，要修的話要寄到曼谷去修。哈哈，那我說寄到曼谷多少時間？他們說1個月吧。拜拜吧，我還自己想辦法吧。真不行的話就拉倒。哎呦，沒有無人機也不是不能摩旅啊。既然今天在普吉島幾個大的電子商場，甚至大疆專賣店都問了都沒法修，那我自己從那個 Mr. DIY 買了一套那個拆裝工具。這個原來是用來拆手機跟拆筆記本電腦的，用來拆無人機也剛好。那麼我不能確定它這個搖臂有没有被我恢復好，但是我必須得確定它內部的所有的水跟污漬都已經排乾了，不然的話一開機的話可能會燒電路板。OK， 廢話少說，我們打開看看。OK， 剛才試飛了一下啊，它提示雲台卡住，然後我就不明白，我想我明明已經把這個雲台支架裝回這個墊片，就是这個減震片上去了。後來在油管上看了一下以後呢，發現這個雲台的這個墊片和這個雲台支架以及機身，它3個地方的定位是非常精準的，要3點對齊，兩邊都要3點對齊，其實是一個非常難的一個過程。那麼大家仔細看啊，這個墊片上面有一個缺口，看到沒有？中間3個點中間有一個點上面是有個缺口的，然後對應着這個雲台支架，大家看4個接口上面也有一個地方，它有一個點呢。是一個有白色的小點，看到沒有？所以你只要把白色的小點對住這個缺口的位置，對應定位又準了。那麼有人會問，那麼這定位了準了以後，怎麼裝呢？安裝到機身上定位準？機身上其實根本就不用自己定位，它本來就有定位。上面3大一大3兩小，你只要按照1大2小的這個順序，把它按到機位裡面去，按到這個機身裡面去，就 OK 了。那廢話不少說，我們現在看怎麼把它装上去。装上去的過程其實是挺難的，為什麼？你稍微用點力的話，就會把這個雲台墊片給搞破掉，因為它是非常薄的一片橡膠。我也不知道大疆為什麼當初這麼設計啊。然後拆這個雲台墊片其實有一個訣竅，你不能硬扯，一扯的話馬上斷掉，要先把下面這個地方啊，這個地方先提一下，給它形成一個拉力，在有拉力的前提下，然後再用鑷子啊。把它上面這個口子這裡稍微夾緊一點，這樣的話它這個地方就變小了，這樣的話呢就很容易從這個機身這個安裝口這裡出去。哎呦，現在這個位置還真不好操作，因為這一片是最大的這一顆口子，是最難搞的。我們先搞一下，你看啊，這樣稍微往裡邊去一點點，好，它下去了，它下去了，看到沒有？然後这時候再用力扯，它一頭下去了就好扯了。你不能硬扯，硬扯的話它好出來了。哦，這個真的是非常考驗耐心跟手力的這個東西啊！我也是看油管看了好幾位大神的這個修復視頻，才知道是怎麼回事。因為我現在我他媽的現在在普吉島，普吉島這個地方，這種大疆的無人機有一家專賣店在那個 Central Phuket 裡邊，但是它只賣，它不負責維修，也沒有那個零件賣。所以啊，我們維修這個東西的時候要非常非常小心。如果一旦把這個配件搞壞了，或者把機身搞壞了，那就完蛋了。那這一次這個維修就完全失敗掉了，你沒有第2次機會。相比而言，在國內自己 DIY 修這個無人機就方便多了。你一旦搞壞一個零件，馬上淘寶或者閒魚搜一下，一大堆的賣家在賣。然後呢，你如果說這個雲台的這根總線你不拆下來呢，這裡還沒法裝。我們首先要把雲台的總線要拆下來，這樣才可以。哎呦我操！安裝這個墊片，就是這個減震片，先把這個螺絲擰下來。啊，這些步驟呢，其實網上都有，不管是 B 站還是油管上都有。但是那些大神呢，其實都留了一手。很多這種精準的操作呢，他都沒有告訴你最後一步怎麼做。所以說要結合多方面的視頻。然後有些視頻呢，甚至要放慢速度看，你才能看到它原來是怎麼搞這個東西的。這根片啊，它是要往這兒外面拉，而不是往上提。這一根它是要這樣的啊。OK， 我操，一不小心就掉下去。啊 ，OK， 掉出來了。就這根那個總線的這根護板線要拆掉。我靠，然後總線這個是這個樣子的，我都不大敢拔哎。這個應該是怎麼拔的？這個雲台總線其實是挺精密的，我要研究一下再拔。
因為這個部件我不是很敢拆啊，它涉及到內部的這個接口了，所以說我嘗試在不拆這個雲台总線的情況下，把這個墊片裝上去。其實裝這個墊片呢，它是很簡單的一個事情，說簡单也不簡單。然後這塑膠墊片上有4個小孔，看到沒有？然後對應的雲台上就是4個卡點。那麼大家會說，這個卡點這麼大的，這個小孔就针孔這麼大，哎，你其實可以把它拉伸一下，就可以發現，你看，它拉伸了以後會有這麼長。你把它拉伸了以后，把它套進去，按這個套路來做。然後記住，一定要對準位，它這裡有一個白色的一個對位點，看到沒有？然後相應的，在這個墊片上面有一個缺口的這個地方，就是對準這個白色位，這個對準了，就安裝的時候，這個雲台的位置就不會錯了。OK， 現在我裝一下試試看啊。OK， 裝好了，大家看啊，4個長方形的卡點現在已經非常完美的裝到這4個小孔裡面去了。然後網上我看到有 B 站上有人說，裝這4個小孔装了4個小時都沒裝完，然後說搞廢了3、4條這種減震帶，這個減震膠片。我懷疑呢，這位老兄呢，可能要麼就是買到了假冒偽劣的這種減震帶，它很脆，可能一拉一扯就破。還有一種可能性呢，就是他手法真的可能是不对。這個减震带的这個裝進去的要點就是一定要拉伸了以後再安裝。它這個減震帶其實有很大的韌性的，你不要以為它是很小的一個針眼樣的孔就套不到這個大的這個方形的這個卡點裡面去，其實套進去並不難。OK， 廢話少說，我們裝另外一邊啊，另外一邊還沒有裝呢。OK， 這一邊因為它這裡沒有那個總線，所以說安裝起來更方便更順手了啊。有了剛才另外一頭的經驗，這個3個小卡點更是輕鬆搞定。然後就記住一點，一開始的話呢，盡量用手在那個卡位已經進去了一點的這種情況下，再用鑷子把它往裡面推一下加固，讓它到時候不用到時候在使用時候滑出來。不要一開始就上那種鐵的工具或者尖銳的像小刀啊、剪刀啊或者鑷子類的東西，這樣的話會把這個橡膠搞破。這個東西真的很脆弱，記住是用套在那個卡口裡，而不是硬塞進去，有點像給小孩子穿毛衣這種感覺，要非常溫柔、非常溫柔的。OK， 這個也搞定了。記住啊，關鍵問題是這個白色的這個對位點一定要能露出來啊，它這有對位口的，這個一定要對準，不然的話雲台會提示角度錯誤的啊。OK， 這個無人機的這個橡膠減震墊片啊，真是超級難裝。我一開始口出狂言，說網上那些說裝了4個小時的人，是動手能力不強。我承認我錯了。昨天晚上到現在為止，我也裝了將近，昨天晚上裝了1小時，現在又裝了1小時，基本上把6片的裡邊的5片裝進去了。那麼剩下的最後1片呢，我給大家演示一下啊。它這個橡膠墊片，你看它是這樣的，它是先細後粗，然後塞到這條小縫裡邊以後去，你要用鑷子夾住那個露出來頭一點點的那個橡膠皮，像這樣，然後給它拉出來，啪一下，它才能拉出来。這個過程我現在其實很簡單，其實操作起來非常考驗你的耐心跟你的用力程度。你用的力氣不夠大呢，它拉不出来；你用的力氣太大的話呢，這個橡膠片就會拉斷掉。我這邊的最中間這個已經給我拉斷掉了。我現在是用502膠水給它粘上去的啊，所以說大疆這個鬼東西真是設計的超級反人類的。但是呢，他可能也就是不希望你們自己修，他讓你們送到專業的這個維修中心去修。我也不知道這個東西通過機械是怎麼安裝上去的，他們流水線上怎麼安裝的，反正用人工來裝真的是超級可怕。OK， 那麼現在呢，兩邊的那個減震膠墊已經装好了啊，那麼就剩下最後的一步，我們試一下看看能不能動。那麼經過了這麼長时間的折騰，我小心翼翼的開機，哎，它居然能夠飛起來了。當然了，一開始我還不敢在室外飛，我先在旅館的房間裡稍微試飛一下。結果呢，一切操控都還正常，就是雲台好像出了點問題。修好了啊，但是呢，你說它修好呢，也沒有完全修好，因為它的雲台還是有點問題，還是摔出了一點問題，就是沒有以前那麼穩定了。但是無論怎麼樣，至少能飛了。也算是小小的成功吧。
既然飛行、起飛和降落都一切正常，那麼下一步就要查看一下關於拍攝方面的功能了。但是很遺憾，提示一直顯示雲台被卡住，所以說相當於整個雲台的這個防抖功能就已經不正常工作了。但是拍攝呢，還是可以拍攝。那麼我飛到空中拍了一下周邊的景色，大概就是這個樣子的。剛才的視頻畫面雖然清晰，但是雲台的防抖功能已經不工作了，所以拍出的畫面很抖。到了下一個城市拉郎，我又突發奇想，不好啊，今天在拉郎，要做一個作死實驗。因為前幾天不是無人機炸機了嘛，然後那個雲台被卡住了，然後我突發奇想，請留意返航位置。在上面装一個360会怎麼樣？我用双面胶把它粘在上面，試試看啊。反正我们飞低點，如果掉下來的話也不至於太慘。我真是吃飽撐了沒事幹呀，真是。現在開機了啊，我們看看它能不能飛起來。我好可憐啊，居然也能飛起來。但是這個穩定性應該不行，我先把它放下來。可以看見它還在飛啊，但是這個姿態就不是很穩定。然後呢，我們也不敢讓它飛太遠，只能讓它在一片柔軟的草坪的上空。那萬一掉下來還有記得住。證明還是很危險的啊！剛才在空中它有一個失控的動作，就基本上已經不受控制了。算了，我們別折騰，讓它下來吧。下來吧。試了一下啊，是可以飛，但是強烈不建議。我摸了一下這旁邊那個螺旋槳電機，現在都是很燙的。哇，燙得燙手了已經。這個其實非常雙飛機的，可以飛。緊急情況下，如果說必須要拍攝一點這個圖像，然後雲台壞掉的話呢，是可以飛的。第一個，你不能飛太高；第二個呢，要最好地面上都是這種柔軟的草，或者說有柔軟的沙灘什麼的，可以試一下。還有一個最關鍵一點呢，你千萬不能離自己太遠啊！還有一點推桿也好，上升降落也好，都不能速度太快，要非常非常慢的。剛才我有一個前進动作，就做了推桿推了比較快，然後它就失控了，就往前斜的衝過去，還好最後穩住了。所以說，這種在飛機上面架其他設備的這種行為是絕對不建議的吼。嘿嘿，不過待會兒我們看一下裡邊拍出來的視頻怎麼樣？很好奇，310架在無人機上會拍出怎樣的視頻？大家現在可以看到這個神奇的畫面，就是我將 Insta360的全景相機架在無人機上所拍到的畫面。那麼前段時間呢 ，Insta360公司也開發出了它的第一款全景無人機。那麼我這個試作機是不是比它那個還早呢 ？OK， 那麼下面呢，我想跟大家說一下無人機在國外旅行時候的一些使用的心得和注意事項。首先，最基本的一點，所有的無人機在世界上的主流国家飛行，基本上有2步你是必須要操作的。第一個呢，你先要到該國家的航空管制網站上面去注冊一個登記號，相當於是把你的無人機在這個國家注冊了一個序列號。這個呢，有點像機動車上牌照。那麼有了這個牌照呢，就可以關聯到你的機主本人和這個飛機的型號。第二步也是非常重要的一點是，大家在這個國家飛行的時候，就必須要購買這個國家的無人機保險。這個呢，並不是每個國家都有強制要求，但目前呢，至少我在泰國、日本和歐洲都是有強制要求的。那麼一般買短期的1個月或者2個月、半年的都不是很貴，大家千萬不要吝嗇這個價錢哦。除此之外，如果您的無人機超過了250克以上，那麼在這個國家就要考一個當地的無人機駕照。由於我是迷你系列的250克以下的小型飛機，於是這一步就省了。最後呢，還有幾點要提醒大家的：無人機第一，盡量在自己目力所及的範圍內飛行；第二，不能飛太高，不能超過限高；第三，不要在人多密集的都市上空飛行；第四，標注為禁飛區的地方絕對不能碰，絕對是禁區；第五，在每個國家的政府、警察部門、監獄、軍隊、軍事場所，包括一些科研院所和宗教場所的上空的，也盡量不要去飛行，這很可能呢就會被視為竊密，會面臨非常嚴重的後果，能不碰就盡量不要碰啦。OK， 今天呢就跟大家說這些，祝大家旅途愉快，
使用無人機快樂又安全。